今天温度有点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终于出太阳了，连续下了2天的雨。我们今天去芋头地里面挖一些芋头种子，有2个粉丝朋友说要买点芋头种子，他们要自己种。我们现在去田里面挖一点种子。大炮，啊！这是别人家的白菜苔，你看全部开花了，黄色的一大片，整个田都是，还有很多嫩的还没有开花的。跟到远看以为是油菜花儿。这里就是我们家的芋头地啊，等到现在春暖花开，温度升高之后，它们慢慢的就会从地里面，只要有种子，它就会破土而出的。挖不到。你把大的挖出来没用啊？啥都挖不到，边边的。边上哦。啊。这芋头母芋头旁边它有发那个小芋头的，我们现在就是把小芋头挖出来，就是当种子就可以种了。这个季节就可以种了啊。收的时候采摘就是一般是10月之后，它上面的茎叶就会慢慢枯死，茎叶枯死了之后就可以采摘了。藕也是这个情况，上面的枝叶枯死的时候就是它采收的时候。这个母芋头旁边有1个、2个、3个，我们把这3个挖下来。这旁边的紫芋头，这上面没事了，即使它的这个上面的小嫩叶断了，它也会重新发芽的。这很容易活，把它种到水渠旁边有水源的地方，或者是你要多给它浇水都可以的，它的生命力比较顽强。这旁边还有2个小的。挖10斤，挖10斤的。这个小的没有大的好挖。就像这个，如果是我们冬天把它挖出来，储藏起来，到第2年春天它都可以再发芽的。很经过，这个。我们种芋头的这个田4周都是水渠，这个水渠我们可以把它关着，到这里整个田就是变成水田了，就不用给它浇水。如果有池塘的，可以种到池塘旁边也可以。我挺喜欢种芋头的，它既能吃，大夏天的时候又长得郁郁葱葱的，特别漂亮，又可以当绿植来看。好多会摘是那个。今年芋头比去年芋头还混不着了。这个面水芋头的，因为混不到，有人说把那水芋头呢当成这个像玉麦沤不动，他说现在没大有人叫水芋头的，所以他就别人没到大芋头娘的，我们就认不得，就认得就行了。那假使人家不吼嘛，7个8个把妹都不吼，把妹相不吼的，因为那个水芋头它量气不得还像嘎子，所以他认不得，他就怕没得个。这个没大有的，今年去年没大有水芋头娘妹的，给我妹起打样的。
像这个有一点点破损的，它都没关系的。只要不是温度特别低，在土里面会烂掉的，一般它都很容易活。这上面就是温度太低了，我们冬天的时候，去年温度也比较低，就烂了。但是没关系的，把这上面给它弄一弄，弄干净，还是可以种的，它不会死。你看这个上面的根还是嫩的，还是活的。这个是很小很小的，这真的吃也好吃的。爬眼镜的，有几个，这个小长得不大，长得很慢，大的长快些。像这种大的栽着长得会更快。大的长快些，小的还是慢些。那这大的快些还是。哎呀，又挖破了。这芋头的热量也不够的，而且它很有饱腹感，其他还不太长胖。这个我都不得，一些后面我这不得。贼吃的，这吃了。我都说才这样都热天了才摘。去年这个芋头摘得很晚，所以长得小。实际上热天的才这样，这会儿没时间啊，我就没摘它。像这个季节现在就可以摘了，这个地方很好啊，说上它就可以更快的进入生长阶段。挖了这2窝挖了这么多芋头，这里应该差不多也有个半斤左右。这种感觉有点挖荸荠的感觉，荸荠，田里面挖出来的，很湿的这个田。我今天那边栽到栽大枝了，不栽到小枝了，小枝慢慢长的。你去年在这修的是吧？像小枝米面儿。啊，你这弄小个么子？又不是面大的。我那给我挖都到弄仔细了，那我就拿挖再弄我那边。我讲你这大的有大的好处，这小的有小的好处。有些人看到大的就是感觉好像吃不完，他就不大买。如果你是买的那种不是特别大的，他反而买的人还多些。太大的他想他干不完呀。2斤的都好卖，斤多点的2斤的。啊，以前5、6斤的人家看到就不好卖啊，有点好吃。一餐又吃不完。它也吃不完哦，它是人家吃不完呀。还有不像冬瓜可以劈开卖，那劈不得。所以其实像芋头，往年我们都是把它种的太大了，反而别人买的时候它有负担，它一餐吃不完，劈开放那儿他又觉得不新鲜了，所以有时候看着太大了，他就宁愿不买了。今年的芋头好卖哦。今年好哦。为啥这些我这灌水？灌水的灌些，它别矮。这芋头还简单方便些，又不需要管它，就往这儿一放，你想卖就卖，不想卖让它捡着还是进到井袋。捡到半年，第2年它又可以继续在这儿长，继续长大。种这芋头比较方便一些，还不像黄瓜呀、辣椒啊、蔬菜呀。绑枝啊，剪枝啊，哎呦，太麻烦了。你看这个芋头多方便，这卖不完，它也不会像萝卜一样开花。这卖不完，它在地里面第2年继续长，越长越大。是越长越大。你像萝卜没卖完，你就只能把它拔出来，它就老了，没法吃。芋头很不错的蔬菜，真的好吃、好看、好卖、好种、好养。而且像这芋头，它还不太生病的，那不像那个茄科类的蔬菜，很容易得病毒病，传染性极高，致死率很高的。但是这种芋头种下去之后，基本上就不用管它了，顶多就是给它去一下旁边的侧枝，母芋头旁边长出来那个侧枝要把它去掉，还有就是最多可能再培土，
还有施肥，就这几点，其他就没了，就很好种植。那当然不远。这芋头籽种下去之后，夏天的时候那个阶段，慢慢的旁边也会发很多小芋头。那小芋头破土而出之后，就会长出在边上有新的枝叶。那种情况下，如果你想母芋头长得更大的话，就要把那个小的枝叶给它掰断。如果你不在乎母芋头的大小，你就可以不管它，让它长也可以的。大小芋头都能吃。哇，这根蛐蛐好大哦！对面这地好肥沃啊，我都挖到好多蛐蛐了。这里有一个好大的蚯蚓啊！哇，这个妈人看到蚯蚓就很兴奋，因为土壤里面有蚯蚓，就说明这块地比较肥沃。有蚯蚓的话，它也可以把地让它变得更蓬松，不会那么结板。鸡鸭喜欢吃蚯蚓。看这个，把它掰开，掰开，一个一窝，一个一窝。这上面那个小尖尖就是要发芽的地方，哪怕这个小尖尖断了，它也会从旁边再发芽的，只是它会慢一些。我们这里最近温度开始升高了啊，估计白天最高温度要到24度左右了，晚上10几度，一下子从冬天进入夏天了，这温度变化太快了。这个水渠一年4季都在跑水，但这沟壑里面都是有水的。我们湖南冬天温度不是特别低，所以我们就让那个芋头在土里面过冬的。如果是再往北去的话，冬天太低了，温度零下4度以后，它就会被冻烂、冻坏。所以北方的朋友你们要注意了，它在北方很难过冬的，除非你把它冬天挖出来，放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，把它保存起来，然后第2年再种。是啊，再接别套。好，有人挖了挖完。用挖肉打起来。我不是今天把那水瓶给它折它都弄掉。啊，你以前就折到水瓶上的？是撒到水瓶里，在那哈水沟里。回去好好的看一下，里头还有藕啊，还有小米啊。回来啦！我们边上撒的之前有些花种子都快发芽了。还有几点钟吧？芝麻的小肉垫儿好厚啊，软乎乎的。肉乎乎的，嘿，哼哼，嘿，